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印度最近可高兴坏了呀，因为有个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坐着这个马斯克的龙飞船上太空了，还进了这个国际空间站。这个是1983年以来第一个上太空的印度人，也是第一个进空间站的印度人。这个印度全国都沸腾了呀，那感觉又赢麻了呀。印度网友们那叫一个激动啊，迫不及待的在这个全球社媒上分享自己的喜悦啊。其中一位这个印度网友纳文采杠杠的在这个网上发帖子称，这是印度和全人类的骄傲，祝贺格雷斯和我们的上校舒布什努舒克拉前往国际空间站。经过41年，印度重返载人航天，这一次我们不仅是乘客，更是开阔者。哎呦喂，这话说的我差点没笑出声来啊！这事儿对于印度来说吧，那确实是挺值得骄傲的。但是你别自诩为开拓者行吗？更别代表全人类啊！这个老美俄罗斯和咱们中国在太空领域探索了很长时间了。这印度人真的是抛开事实不谈，只会独立思考吗？我敢肯定这个印度很快就会开始发布这个莫迪身穿这个宇航服的照片了。那他的这个照片将会到处都是。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印度人民正在举国欢庆还有一些印度人不忘嘲讽一下大英的印度人，殖民者英国从未也永远不会成功。这印度人真的是直抒胸臆啊！英国人也是火力全开，直戳印度人的肺管子。哎，你们印度人还是先搞清楚是谁把你们送上太空的吧。实际上这个英国人说的没错因为这次印度人入驻空间站就是搭了马斯克的便车，等于说是用了别人的科技和技术完成了印度人的太空梦。而这个梦想呢，耗资50亿卢比，相当于4.43亿人民币买了一个飞船上的座位这就像是你花了个大价钱买了一张机票，坐飞机去旅游，结果这个飞机是人家的，航线是人家定的，你连这个驾驶舱都摸不着，这算啥突破呀？顶多算是到此一游吧。这不少印度人觉得这个钱花的冤枉还不如发展农业。但是这个莫迪可能觉得这钱花的值，毕竟能给印度长脸还能提高点这个航天技术。而且印度还计划2027年自己搞这个载人航天，这次也算是提前练手了。这马斯克这次可赚大了呀，一个座位就卖了快5900万美元，够他发射4次火箭的成本了。ISRO,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and SpaceX. With his arrival, Shukla also becomes the second Indian ever in space following Rakesh Sharma's historic flight in 1984. During their 2-week mission, the team will carry out 60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ncluding 7 designed by India's ISRO, which paid $59 million to secure Shukla's seat and training. 这更逗的是人家印度自己的加干洋载人航天计划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实现呢，现在只能靠这个蹭车过瘾。结果呢，这个印度媒体可不这样说硬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啥呢？印度航天崛起。这印度人还喜欢拿这个1984年苏联送他们这个宇航员上天的事儿说事儿，说这是时隔41年扬眉吐气。等等1984年。那时候我好像还没出生呢，不过当时苏联老大哥确实是够意思让这个印度的宇航员参与了联盟飞船的部分操作。可是这一次呢，连飞船的代码都不让碰更要命的是这个印度的航天老想着拿来主义，那啥都想买现成的。这个导航卫星的原子钟是欧洲进口的，月球车的核电池技术是空白，那就连这个月船3号都得靠这个美国帮忙测控。那这就像啥？就像是用这个乐高积木搭这个摩天大楼，看着是挺唬人的，一阵风就能吹倒。这印度还喜欢搞什么国际合作，跟这个签协议，跟那个搞研发。这表面上左右逢源，其实是在这个技术依赖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那么这个印度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个座位呢？我觉得吧，其实跟巴基斯坦有点关系。就在这个今年2月28号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希尔夫亲自出马，见证了一个重要协议的签署。中国呢要帮巴基斯坦选拔和训练航天员。说白了，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宇航员要成为第一批登上咱们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外国客人了。
哎呀，这个事可不简单呀！要知道，中巴这对铁哥们儿呀，那在航天领域合作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咱们得把这个时间倒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中国的航天事业才刚起步呢。这个巴基斯坦就是为数不多愿意跟咱们合作的国家之一。2011年，巴基斯坦的通信卫星巴星1-2坐着咱们中国的长征3号1火箭，就嗖的一声上天了。这事儿当时可是轰动一时啊！要知道，那个时候国际上对咱们中国火箭的认可度还真不高。这巴基斯坦敢把自己价值好几亿美元的卫星交给咱们发射，这份信任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那再往后看，这个2019年发射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这颗卫星直接就提升了巴基斯坦在农业监测、灾害预警、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能力。普通人可能感受不到但这就像是从近视眼变成了千里眼，国家发展的格局那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说到这儿呢，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这为啥是巴基斯坦呢？咱们中国完全可以选择什么欧洲啦、东南亚啦，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作为这个天宫空间站的首位外宾但是为啥偏偏选了巴基斯坦？一方面这是对巴铁的回馈，巴基斯坦历年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坚定支持咱们中国的立场。还有一方面是从这个地缘政治来看，这巴基斯坦它是位于亚洲十字路口，连接中东、中亚、南亚的关键枢纽。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航天合作不仅能提升咱们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还能为这个一带一路提供支持。对这个巴基斯坦来说这一次合作那简直是雪中送炭要知道培养一名合格的航天员可不是小数目哎呦喂，这下这印度可就急了听说这个巴基斯坦即将派航天员上这个天宫空间站，印度就坐不住了根据这个欧亚时报报道，印度航天部门正急吼吼的找美国商量合作想加快把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以便在这个南亚地区保持太空老大的地位。自从这个1947年英国人走后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没消停过，3次大打出手，几十次边境摩擦，从这个克什米尔地区争到了这个太空轨道，70多年早就从我枪比你多斗到我飞机比你先进，现在呢又到的我宇航员比你飞得高。那这巴基斯坦呢，说实话这个经济实力有限年度的航天预算还不到1亿美元，印度约25亿美元，所以它大部分的精力都发展在这个军用卫星上了。但是现在情况要变了，咱们中国出手了，要帮巴基斯坦圆这个载人航天梦，这可把这个印度可急坏了那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建立的太空优势可能一下子就被抹平了。所以表面上是这个印巴在争，但实际上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在较劲儿。这个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搞什么印太战略把这个印度当成亚洲的重要伙伴，目的很简单就是联合印度抗衡中国。而咱们中国呢，则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头号工程，投资超过了250亿美元。现在呢，这种竞争从地面延伸到了太空，但是现在巴基斯坦搭上咱们中国的顺风车，可能1到2年内就能实现载人航天梦想，这让这个印度太难受了。想成为太空赛跑的大国还得靠自己的双腿，而不是美国的顺风车。这航天它不是喊口号而是螺丝钉一颗颗拧紧的过程。这印度需要的不是野心，而是耐心。这印度自己的专家都承认，载人航天至少落后中国15年，但是他们还是吹牛要在2035年建这个空间站，2040年登月，这不是画大饼吗？这场太空狂欢的背后藏着这个印度深深的焦虑看着咱们中国这个航天一路领先，他们急得不行以前月船2号坠毁的时候，莫迪那尴尬的表情现在还记得呢。这航天可不是选美比赛不是靠蹭热点就能行的。这个中国航天员在自己的空间站做实验，印度航天员却在人家的空间站当临时工，这差距不是靠便宜探月就能弥补的。更危险的是这个印度正在透支自己的航天信誉，月船3号在月夜后就歇菜了，说明这个技术储备不足加干洋计划一拖再拖，让合作伙伴都开始怀疑了。如果这个印度在国际航天合作中变成了问题户，那以后谁还愿意跟他玩呢？所以说这场花了4个多亿的太空秀，那本质上是这个印度用老百姓的钱给自己买了张太空俱乐部入场券。航天的真正价值不是说送几个人上天，而是掌握核心的技术，推动产业升级。
当印度还在为有人上天欢呼的时候，中国的嫦娥6号已经在月球上背面采样了。SpaceX 呀，正在测试可重复使用的星舰，印度该醒醒喽！在航天领域没有自己的技术呢，再热闹的庆祝也都是泡沫呀。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